昨天又惹那个前辈生气了，然后被一顿骂，甚至是流出了眼泪自己。我觉得我做的并没有那么过分，就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他们看来，我这种做法就是不对的，就是他们会认为我这种作风就是会形成习惯，然后就会导致长期以来这种做法就不好，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在我看来，我就是偶尔去犯一次这种小错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昨天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桌面上已经有一个碗了，然后我又重新拿了一个碗去装这个面条，然后那个碗就浪费了嘛，对吧？就导致那个碗可能需要重新洗一遍或者是啥的。就因为这么很小的事情，并不会影响顾客啊，当然有可能会影响自己做事情的一个速度，因为有一个碗需要重新洗一遍，可能给他也增加了工作量，或者是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这个做法确实不好，他可以直接说出来。但是我觉得就因为这种小事，生气，对我狠狠的责备，然后声音很大，说我干不了活就不要再继续在这里上班什么等等，说那种很难听的话，我就真的挺难受的，我真的有力使不出的那种感觉。在我看来，我是偶尔突然之间脑袋有点抽风了，然后突然之间没反应过来，做了这种小事情，就不是一直都这样子。如果说一直这样子，那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也没有蠢到那种程度，就是桌面上有一个碗，我还要另外拿一个新碗，我总是这样做，我不可能总是这样做，我是偶尔脑袋突然之间抽搐了一下，就没反应过来，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才会做这种比较离谱的事情。但是你像这种事情的话，在生意没有特别好，就是顾客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对吧？那个时候店里是只有1-2个顾客的根本就不是特别忙。然后他就因为这种事情就直接生气了，然后一直说我，说的我真的，我实际上这已经是第2次他生气了这一次我是觉得有点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去生气。你可以去说我不应该特别生气，然后特别严重的那种去指责我，这样子就会让我感觉到我好像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一样，我就感觉很离谱。然后我昨天我就反驳他，我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吧，没必要生气吧。我不说还好，我一说他更生气了，直接很大的声音去说我说我就如果干不了我这个活的话，就不要干嘛，就是等等。然后我当时就就从心里面那种无奈感就一下子出来了，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流下了泪水吧。自己内心可能也比较脆弱吧，真的是那种比较脆弱的人。然后我今天不是有那个语言教室的课嘛，今天周6，我去语言课教室，我找那个我们的老师去也聊了这件事情。他开导了我，他跟我说，这种性格的人，他只是说自己的一个脾气控制不住。我的老师用一句日语去解释了这种现象，解释了这种人。他说，頭に血が上りやすい，就是说你的大脑中这个血液很容易上升，就是很容易这个血液爬到脑袋上面，就是很容易生气，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那种人，属于这种人。他说如果你长期和这种人相处的话，会导致你的内心会受到严重的创伤。严重的就是说极端一点，就是会容易得自闭症，或者是说得那种抑郁症。就因为我这种性格的人，本身我自己的一个反抗意识就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经常做错事，我会自己去觉得自己没做好，会进行一个自省，就是自己做错了，然后会有一点点难受，然后我会被说的话，我会变得更难受。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我就是跟他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去外面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气场特别低，就是那种瑟瑟发抖，躲在角落里面不敢出声的那种人，我就变成这种人。然后我那个老师就开导我嘛，他就说，我是建议你，如果下一次他再惹他生气的话，你就直接离职，你就不要干了，因为长期来看，这个工作对你并不是特别好他是这么去开导我的。然后我也跟他讲了很多实际上我跟他讲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我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些事情，我也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好，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总是因为这种很小的事情，然后直接生气就破口大骂，明明就是没有给顾客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啊。但是他就是生气了，然后指着你说，如果说连这种小事情他都生气的话，我都不知道未来如果说我再犯一些错啊，可能比这个更严重一点的错啊，到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然后经过老师的开导之后，我就觉得，老师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死磕这个事情。本身我自己的一个性格就是没办法同一时间去做很多件事情啊，我这个性格又比较慢，然后做事情也比较慢，就是手脚不是特别灵活的那种感觉吧。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出来，有些时候说话也挺慢的。然后我常常会处于那种，就属于那种比较慢性子的那种性格的人。所以说我去做料理店啊、餐饮店啊什么这些。本身就，不是特别厉害，就很差劲啊。你首先你自己做这个事情就不麻利的情况下，然后你一旦出错了啊，他们就会更严重的去指责你，去说你。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是那种气场特别低的人，你很害怕犯错误，你越怕犯错误，你就越容易犯错误。我现在也发现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感觉真的好难啊！我在这个料理店里面，要干好，要得到他们认可，真的很难。因为我真的很害怕被前辈们说，被领导们说。所以说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反复去确认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同一时间出了3个单子，然后我要同一时间去做好3碗乌冬面，然后有各种食材，每一碗都不太一样，我这个脑袋就有一点点惶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慌张的状态，然后脑袋就感觉不是特别聪明的那种感觉，就很烦，然后我就做不好，我越怕越做不好，然后导致我出了一点点小错误，那个领导就会说我，他越说我就越难受，就会导致我后面就处于那种很害怕的那种状态，自己也情绪上不去，领导他们也觉得你这个人做事不行，你知道吗？就是你气场特别低的时候，你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错误，他们也会把这个放大，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做了很严重的错误一样。我感觉昨天就主要是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一点点害怕他了，然后我很害怕犯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旦犯了错，他们反而会更加觉得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上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生气的人，我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啊，就是我去送餐的时候，我当时忘记了，我忘记说，让您久等了，然后导致他生气了。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浪费了一个碗啊，然后前面有一些笨手笨脚的那种，做了一些笨手笨脚的事情嘛，对吧？比如说我这个先放食材，再去浇这个汤，我可能当时脑袋短路了，可能先去拿那个汤勺了。但是我这个是可以挽救回来的。如果说我把那个汤浇下去之后啊，那个是没办法挽回。但是我在浇这个汤之前，我可能脑袋就反应过来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事情可以逆转的情况下，他也会觉得你干事不行。我就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奈，你知道吗？要真的完全和那些老前辈们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准，真的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就是会给你压力，他们也希望你能做好，就会，我就感觉好难啊，真的挺难的。我之前刚进这家拉面店的时候，内心有多开心，我现在就有多难受，真的，我就真的好想做好，但是我又做不到那么的完美。然后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前辈，我之前觉得他挺喜欢说话的，他和平常的日本人不太一样，我反而还很喜欢和他一起上班。但是现在发现，原来他的情绪极其的不稳定，就很容易生气。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之前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难受啊！我都不知道后面怎么办了。如果说下一次我再惹他生气，是因为很小的事情，然后他生气的话，我是100%会提出离职的。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待在这个店只会让大家两个人都不开心。我觉得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肯定就直接 say goodbye 了。真的很不想轻易的放弃。
而且确实是这样子，很多人实际上也建议我说我不是特别适合干这种同一时间做很多事情，还有这种料理店啊，能力可能会跟不上啊，然后我这种性格在这种门店里面可能也讨不了好，他们也建议我，我也是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快的选择放弃，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想着为我好，希望我能提升，只是说他这个人的性格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很容易生气，仅此而已。并不是说很坏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是我感觉自己做不到那么完美，你知道吗？啊，他们连那种很小的事情也没办法容忍的话，我就觉得我永远也得不到他们认可，我会有这种感觉。哎，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一天会被这个店里的人给他开除。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惹他下一次生气之前，能干几天是几天。后面如果被开了的话，我再去找其他的工作去试一下吧。而且通过这一次的事件，我越来越讨厌和人打交道了。我之前我还觉得，自闭症啊、抑郁症啊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但是随着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呀，随着和人打交道，就是职场中和这些前辈们打交道，屡次受挫之后，我越来越讨厌真的和人打交道了。就我指的和人打交道是有那种供需关系，尤其是和职场中的一些上级还有这些前辈们打交道，真的很难做到很好。就是我自己会害怕犯错，越是害怕犯错就越容易犯错，然后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啊。基于这种情况下，我就感觉不太喜欢出门，然后也不太喜欢和人交流的那种感觉。大家看我就平时做自媒体挺能说，然后就是挺喜欢说话的，恰好这个就是另一种反应。我的分享欲在网上有多强烈，那么现实中就有多孤僻，就是不太想和人打交道，就希望自己365天都待在家里。那么我感觉长期以往，如果说未来我再继续在这种职场中受挫什么什么等等，我可能真的会像其他人一样，就是得自闭症啊，或者说得抑郁症啊什么的。哎，我感觉这种可能性还真挺大的。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我都奔着一个目标去前进，就是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一个有点钱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企业家，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我希望能够让这个家，经济上一个档次，然后我希望自己家里这个过得更好一点。我一直以这个为目标在前进，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个能力可能不足以去未来开一家公司不足以去经营好一家公司。因为首先我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气场也不够，然后我的内心太脆弱了，你知道吗？如果说未来我要开一家公司的话，我这种性格就是内心这么脆弱，我去遇到各种困难，我去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没办法去和人打交道，没办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话，我怎么去把这家公司给它经营好呢？我在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今天也反思了很多，我就想着要不要我们未来就换一条路线走。我的梦想实际上并不是说要成为有钱人什么的，我的梦想无非就是说希望成为父母的骄傲，希望让这个家庭过得更幸福希望能够帮到自己的哥哥，仅此而已当然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是希望未来自己能够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能够每天去学习各种新的技能，我能够去帮助一些身边的朋友能够和一些自己的水友每天聊聊天，分享一些各种日常，仅此而已。我就希望每天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所以如果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那么我们不一定需要这个开公司，需要未来创业，对吧？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可以做到这一点，无非就是有一笔钱，然后退休，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吧？然后我再作为程序员在日本这边工作几年，一边攒钱，一边把自己的日语提升到更高的一个档次。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我就有2个技能了，一个是我会开发会计算机，另一个技能就是我这个会日语，对吧？
后期的话，把这个自媒体作为一个副业嘛，对吧？然后我再去学好英语，学好英语之后，也许我会选择后面再去一个英语国家，把自己的英语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啊，也有可能我到时候就攒了一笔钱，我就回国了。回国之后，我可能不会选择继续工作了，我会选择把自己挣的钱，把自己攒的钱全部用来学习各种技能，去提升自己。我这个人自觉性并不是特别强，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学习能力比较一般，但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欲望实际上还蛮强的。我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很想学，但是我需要花钱去报班，我需要融入那个环境，我才能够学得比较好，或者是说我才能够有动力去学。让我自己去自学的话，实际上我的能力真的很差，真的不太行。所以我就想到时候我如果说在这边攒了一笔钱，然后回国，我就开始花钱去学习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乐器或者是各种手艺技能啊，到时候把这些东西也做成视频，一边记录生活，一边学习各种新技能。然后我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我还能够通过自媒体挣钱，对吧？我可以把自己学的东西做成课程如果说经济特别窘迫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制作成课程，然后教授给大家，或者是说我愿意线下到时候1对1，这个收一点学费去教大家，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一个人面对很多人，我喜欢一个人和一个人进行交流。比如说我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就是一个人和很多人聊天，我实际上是比较喜欢1对1进行深入聊天的。那么如果说我未来会很多技能的话，有人向我学习，在我经济很窘迫的情况下，我可以去1对1的线下去教别人这些技能，对吧？我感觉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收入方式之一。随着我的一个技能越来越多，喜欢我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自媒体也算是一种创业吧。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全职自媒体了，但是我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每天都在学习我每天都在进步然后我也经常在拍视频就是每天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能够生存下来。我感觉这个状态就特别棒。我感觉如果说走这条路线，可能会不会更好一些呢？而且我后期可以随着我的能力越来越多，我的技能数越来越多，我可以做主播，对吧？我可以每天开直播。因为我也跟大家说了嘛，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职场和别人各种人打交道嘛。我如果说作为主播，我每天不用去和那些前辈们和这些老板们打交道的话，我感觉我可能会过得更开心一点。但是我要做直播的话，我必须要有内容，对吧？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话，没有各种技能树，没有各种优点的话，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直播呢？别人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对吧？但是随着我的能力越来越强，我学的技能越来越多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人欣赏我了，那个时候，对吧？所以我现在有这种打算然后如果说我们自媒体到时候也做的不错了，然后在自媒体这一块也挣了一些钱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创业，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投资。实际上我一直都属于那种比较乐于助人的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投资一些自己看好的人。自己不能开公司，自己不能经营好一家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去投资别人，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实际上我一直认为自媒体这条路是一定走得通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你的能力的提升然后把你的优点放大，渐渐的很多机会都会找上门。随着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你慢慢的肯定会有一些挣钱的路子这个是一定的。包括我现在才做到这么一个体量，就已经发现自己的一个见识都增长了很多，更不用说未来如果说做的比较不错的情况下，那么肯定是有很多挣钱的机会的。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我可以选择不去开一家公司，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走这条路线这期视频可能废话有点多，就是有点啰嗦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坚持看完了这些视频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吧，能够按照这条路线去走吧。说实话，如果我再早生个5年我可能会选择做这个主播我感觉那个会不会更适合我呢？因为我分享欲又强，又不太喜欢和各种人去打交道。我指的是那种有供求关系的，我不太会和领导和这个前辈们打交道，因为我会觉得
很害怕犯错，你知道吗？其次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的话，我甚至有想过，就找一个条件比我自己好的，然后在家里啊，就带娃呀，照顾自己的另一半啊，我觉得就不怎么出门吧，那样子，然后自己有多余的钱的情况下，去学习各种技能，提升自己，但是自己不出去工作就照顾家里，就变成那种全职奶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职业可能反而会比较适合我。如果说我自己是个女生的话，我觉得会很适合我但是男生的话，可能还是得自己拼一拼吧。这个只是一时之间出来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不会真的说短时间内去放弃去干嘛，还是想主要靠自己吧。我有想过，像我父母那样子，就是我家里我父母，我妈妈是类似于全职太太，就是我妈妈很少工作，一直都是我爸爸去抚养这个家庭为主嘛。然后我就希望自己未来也组建的家庭也偏向于这个吧。所以说如果说我想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就必须有一个人挣钱挣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人可以是我，也可以是自己的另一半。优先我会考虑自己吧，就是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个家里的顶梁柱吧。但是如果说未来受到的打击太大，然后什么特殊情况，那么自己的另一半成为那个顶梁柱，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感觉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很晚吧。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